有1000双手，就有1000种味道。中国烹饪无比神秘，难以复制。从深山到闹市，厨艺的传授仍然遵循口耳相传、心领神会的传统方式。祖先的智慧，家族的秘密，师徒的心诀，食客的领悟。美味的每一个瞬间，无不用心创造，代代传承。5月，徽州的油菜籽成熟，它是当地食用油的制作原料。农民们的忙碌可以保证自家厨房一整年出产美味。中式烹饪，油是锅具和食物之间的媒介，热力作用产生出奇妙而丰富的烹饪方式。植物油脂比动物油脂更易获得，而且健康。这个秘密的发现，使人类的烹饪史前进了一大步。美味的前世是如画的美景。清明，正是油菜花开的时节。富鄂村唯一的油坊主程亚忠，和其他中国人一样，在这一天祭拜祖先。油坊的劳作决定全村人的口福。中国人相信万事顺遂是因为祖先的庇佑。田边的邂逅，对同村的程狗乐来说，意味着用不了多久就能吃到新榨的菜籽油。清晨，春雨的湿气渐渐蒸发，接下来会是连续的晴天，这是收割菜籽的最好时机。5天充足的阳光，使夹壳干燥变脆，颗粒变得轻而易举。菜籽的植物生涯已经结束，接下来，它要开始一段奇幻的旅行。1年中，随和的程亚忠只有在收菜籽的时候才会变得严苛起来。30年的经验练就一双火眼，色泽黝黑发亮，颗粒圆润饱满，不掺任何杂质。尤其干燥度，程亚忠必须把关。水分含量小于11%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村的菜籽安全储藏一整年。叫咩名字啊？傅徽章。6月，油坊开榨，榨油工来自附近的村庄。工作期间，每天的午餐由老板娘负责。炒籽是第一步，高温破坏菜籽的细胞结构，降低蛋白质对油脂的吸附力，使油脂分离变得容易。随着菜籽爆裂的响声，香味儿开始渐渐弥漫整个村庄。菜籽油有独特的刺激性气味，有些人闻不惯，徽州人却甘之若饴。徽州臭豆腐用菜籽油煎，才能产生闻有微臭、入口异香的奇特效果。
制坯暗藏玄机，磨碎的菜籽，蒸汽熏蒸，水分和温度的控制全凭经验。坯饼压的是否厚薄均匀，直接影响出油率。菜籽油富含单不饱和脂肪，有利健康，媲美昂贵的橄榄油。不过，菜籽油也有先天不足，烹饪过程中油烟大是其中之一。今天，通过科学的精炼手段，油的烟点大大提高，加上品种改良，可以进一步降低非健康物质的含量。对于靠菜籽油生活的徽州人来说，一切都是从榨取第一滴油开始的。木榨油，传承1000多年的古老工艺。电力机械时代，血肉和草木之间的对决，依然焕发着原始的生命力。重达100公斤的撞锤，敲打木楔子，对榨糖中的坯饼施加巨大的压力。依靠这种物理压，迫使油脂渗出。反复榨打，持续3个小时。在追求利益和效率的今天，这也许是对祖先智慧最好的继承。菜籽油在中国有1000年的历史，使用广度上贯穿长江流域，给各菜系的厨师创造了施展技艺的舞台。红油的烹制必须使用菜籽油，秘诀掌握在四川人手中。煸炒使辣椒迅速脱水，渗出香味儿；捣碎，以便与菜籽油充分接触。油温是关键，过低逼不出辣椒的香味儿，稍高又容易焦糊。中式厨房不依赖温度计，全凭厨师的手感和经验精准控制。辣味素和红色素完全析出，需要静置1整天。一缸精彩的红油，几乎就是川菜的灵魂。色泽红艳，辣味醇厚，香气袭人。菜籽油在四川人手里完成了华丽的转身。然而，褪去令人兴奋的热辣，徽州生活依旧平淡。倒在这，倒洗这，倒洗这啊！哇！今年的收成全部存入油房，折算成105公斤菜籽油。程狗乐可以随时提取，没有期限。这是油房对村民的承诺。传统观念里，拥有手艺才能安身立命。相比都市，中国的乡村更能感受到手工技艺的温度。秋收过后，黄土高坡褪去颜色，张世新正在等待合适的天气。这天都挂米那个香了。盐和水
几十年的经验使配比精确无误。白面加入盐水，使蛋白分子的阵列变得紧密。反复揉压，增加弹性。张世新今年腿病复发，行走困难，一次和面35公斤，只能由老伴儿一人完成。午夜时分，醒面时间已经足够，现在要开始搓调盘面的工序。张世新年轻时手艺一流，远近闻名，外乡人慕名来学徒。妻子的手艺也是嫁到张家后学的。我15岁挂上挂面，一直没有留团。挂面的构成刻度的讲明。挂面做得好，能卖到县城甚至更远。靠这门手艺，老两口拉扯大了5个儿女。晒干的挂面易于贮存，每根直径1毫米左右，持续发酵产生中空的细孔，口感细腻绵软。中国出土过4000年前的面条，这种曾叫汤饼的主食，广泛存在于中国人的生活。地域迥异，粗细不同，形状不一，制作方法也各显神通。面条最为素净，既是简朴的果腹之物，也可以衬托任何食材，容纳万千滋味。破晓时分，盘面完成2次发酵，到了施展拳脚的时候。陕北空气干燥，水分蒸发快，绕面的速度是成败关键。放入专用的面箱，第3次发酵，等待面条更大程度的舒展。黄土高原，古老文明的发源地，农耕的传统在这里世代延续。每一口窑洞里的家族，长辈最在意的莫过于给孩子留下什么。物质是有限的，手艺是自己的。但年轻人的观念却在悄悄改变。谢谢上来。年轻人外面世界比家里面好呗，打工了出去转一会儿了，学挂面的基本上是没有的。爷爷不便走动，到了儿孙们接过担子的时候。做好了吗？捞出了吧？捞出来。几位？这才跨边。
撑面杆儿从中间精准分开，面的柔韧与重力的合作恰到好处，160根一挂能拉长到3米。银丝倾泻，接受阳光和空气最后的塑造。老人们就是挂面，基本的，生生意是传脱下来，一代传一代，一代传一代，传下来。洁白的挂面，为苍凉的黄土地和一家人的日子，都增添了几分暖意。所谓新传，除了世代相传的手艺，还有生存的信念，以及流淌在血脉里的勤劳和坚守。与北方面食不同，长江以南人们更喜爱米制糕点。这不是简单作坊能够完成的，工艺精密，品种浩繁，需要精美绝伦的手工和严密的传授体系。糯米酒，精细加工存在于每一个环节。糯米加水研磨，经过处理的糯米粉质地更加均匀细腻。水磨糯米粉与精米粉按不同的比例混合，创造多变的口感。这是制作苏式糕点的基本功。糕点厨师是运用各种兵器的行家。应季而变的馅料取天然色香，夏秋薄荷，冬春玫瑰。中国的厨房，处理米面点心的工种称为白案。精巧的手工是行走白案江湖的根本。收拾线反感。厨师作为传统行当，一直以师徒的形式在中国延续。今天，年轻人通过学校教育掌握烹饪基本技能，但要成为真正的厨师，仍需要一位师傅点化。师徒，中国传统伦常中最重要的非血缘关系之一。揉面是最基本的，你的面团就体现了你的力量。继续。吕杰民门下学徒20个，并非人人都能得到真传。阿苗刚满20岁，老家苏北，3年前高中毕业，跟随父母来到苏州。我爸常年在外面嘛，家里面全是我妈做的，就想挣点钱帮家里面分担一下，就不用再花家里面的钱了。像他们说的，女孩子嘛，不用那么努力，然后找个好一点的婆家嫁了，我觉得还是自己挣的钱用的比较踏实。
蟹黄烧麦一份，虾肉小龙一份，阳春面，再来一个餐包，老糕一份。手上面就是一杆秤，这一批拉糕颜色可以了，但是你的厚度还不够，师傅怎能领进门？今后还是要靠你自己。离苏州1400公里的深山里，另一种更原始粗犷的食物，可以依稀看到中国糕点的进化历程。日照时间越来越短，采挖蕨根的时候到了。欧洲考古发现表明，最古老的面包是用蕨类植物根中提取的淀粉制作而成。莽山瑶族的先辈也发现了这个秘密，从蕨根中获得原料，制成一种原始的中式糕点——糍粑。邓开封的祖辈游耕游居，被称为过山瑶。过去粮食产量有限，蕨根糍粑是过冬主食。如今制作蕨粑，不仅是对美味的留恋，也是祖辈提醒后代不忘艰难时日。取自山林的各种材料，组成一套奇妙的过滤系统。父亲教会邓开封如何获取大山的馈赠，也告诫他要敬畏山神。加热、起糊，不断搅拌，直到表面形成凝胶。胶团韧性极强，要驯服它，还得父亲出马。裹上晒干的淀粉，扯成小团儿就可以直接食用。孩子们更喜欢甜食。芝麻的香气伴着蕨粑的甘甜，这就是瑶族人世代繁衍的味觉密码，也是撰写人类味觉记忆史的通用语言。面对严厉的师傅，阿苗每天心惊胆战。好，可以了，拿到山里去吧。反复练习的三角团，终于得到师傅认可。第一次，他的手艺可以上桌。小小的成就感激励着这个女孩。每天收工后，只要有剩余的食材，阿苗就会留下来继续练习。苏式糕点，中国汉族糕点的重要流派，与古典园林一样，是苏州的标志。这座城市的另一面，现代化的世界工厂吸引着700万外来人口，造就了当今中国第2大移民城市。飞速变化的生活中，古老的传奇依然在上演。在白岸江湖行走多年，吕杰明身怀一门绝技。我们苏州的传点必须要有馅心，植物的，一般我们加，比如像豆沙、莲蓉啊；动物的，我们加肉类的馅心。将带馅儿的糕团制作成惟妙惟肖的动植物造型。从塑造汉字到塑造糕团，象形一直是中国人的独门心传。这种别具一格的糕点，已经不是单纯的食物，
而是更高层次的对生活情趣的审美。制作传点，既需要灵巧的手法，更需要先天的悟性。能见识到这门手艺，已经是莫大的奖励。师傅则有另一番用意。为了延续苏轼糕点的传奇，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接班人。上有庙堂之高，下有江湖之远，成为一名白案厨师的路，阿苗才刚刚启程。而更多关于食物的传承，恰恰是在最平凡的生活里。汕头的一天从海鲜市场的喧闹开始。为家里的小店采购食材是阿哲每天的任务。这个年轻小伙俨然是菜场里的老主顾。父亲曾是酒楼主厨，江湖人称阿乌。阿哲有4个姐姐，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。中国社会父子的传承关系比师徒更紧密，子承父业被认为是最顺理成章的事。但几年前，阿哲考上广州的大学，一心想在那里闯荡。在大学里面跟出到社会，那生活呢根本就不一样。走到社会，突然间觉得压力很大。职场受挫，回到家乡，阿哲在家里的小店帮忙。店里的招牌是蚝烙，要做好这道最普通的潮汕小吃，一切从头学起。在此之前，阿哲甚至没有洗过一只碗。蚝也叫牡蛎，生长在沿岸浅海。2000多年前，中国就有养殖牡蛎的记载。潮汕地区的锦州，家家户户以蚝为生。当地人食蚝偏爱小而肥，吃起来更鲜嫩可口，这也是蚝烙的最佳选择。汕头老城洗尽铅华，巷子深处隐藏着蚝烙最传统的做法。番薯粉打浆，包裹蚝肉，可以减缓高温下的迅速缩水。烙到两面焦黄，还要保持蚝肉生嫩、汁水饱满，不失鲜味。蘸上鱼露提鲜，入口外焦内润，脆嫩兼备。阿乌的手艺不止蚝烙，上门制作宴席才是主业。阿哲跟着父亲出去办桌，从打下手做起。毕业于工商管理专业，现在却和最平凡的食物打交道。他发现刻好一个萝卜花，并不比解一道高等数学题更容易。现在每天都在学，每天都在成长。当然，这有一个过程。起初人家肯定也觉得你不是那么好。这一次，阿哲得到掌勺的机会。上桌前，还要父亲最后润色。
现在厨艺有点进展，有时候还会得到一些称赞，挺开心的。高速发展的中国，人们对新事物的追逐更加急迫，是坚守传统，还是做出改变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扬州，长三角发达城市圈中独具个性的城市。杨明坤，63岁，平化艺人。过去我们在外面说就叫跑码头，跑码头就是跑江湖啊，一人一个码头，一人一台大戏。漂亮的一个贞观的殿堂，后儿行高，一地名霸。扬州平化，一种流传400多年的民间艺术。战争、英雄、爱情、背叛，说不尽的故事，全凭一张嘴。这不仅是一张说书的嘴，也是一张挑剔的嘴。没错。一个人在外边演出，自个儿做饭，我们就促使自己呢学一点厨艺。还有一些饭店的师傅过来听书啊，他也很开心，我有一技之长来教传给你。与厨师朋友探讨日常小菜的门道，对他而言是一桩乐事。一盘精到的烫干丝，代表了扬州人对生活的基本要求。大白干，每块横劈成28片，再切细丝，根根分明，韧而不散。也是用下，是用下，把姜味渗入了边上。 100摄氏度的水，洗烫3遍，去除豆腥，浇上卤汁和大量香油，素雅的外观，却有极为软嫩鲜香的口感。杨明坤要准备一席家宴，这是每年一次的传统，师傅下厨款待徒弟。 烫干丝，烫干丝。我来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这样那个，是吧？不能这样，我这样。美食的传承离不开挑剔的美食家，丰富的阅历和敏锐的味觉，让杨明坤能准确把握这座城市的风味精髓。 很少有人比他更了解扬州味道的正宗所在。花根就很多，地地香香，亮亮光光。汕头日新月异，阿哲正在尝试突破。文蛤、花蛤、豆腐鱼，顾客可以自由搭配。 传承4代人的蚝烙，在他手里变换出新意。阿哲经过反复实验，不断地往传统蚝烙中添加新的食材。原本最熟悉的小吃，给食客带来意外的惊喜。一门手艺的生命力，正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升华。随着时代而流变的美味，与舌尖相遇。 触动心灵。上海浦东三林堂，曾有一个乡村厨师群体，人称“铲刀帮”。他们结伴闯荡上海滩，历经1个世纪，人才辈出。 其中有一个家族，5代为厨，经过数十年磨砺，至今仍活跃于厨界，终成1代宗师。李明福掌管家族经营的小餐馆，每天早晨5点，他要去市场采购，
天晚上呢全部驻馆了。最近几天呢，天气的每个岗位都注意点。接下来我们也忙了，客人马上要来了。每个晚上，后厨都是一番刀光剑影。李月掌勺，李威操刀。李明福的2个儿子是厨房里说一不二的将领。这对孪生兄弟的厨艺青出于蓝，李明福不再需要亲自下厨，家族的手艺得以传承，是他最大的欣慰。一条黄浦江，见证了上海的成长。在这座城市中西杂糅、包容开放的味觉历史中，有一种滋味，出身低微却自成一家，在演变中不因各方冲击而消失，反倒越来越清晰强大。这就是本帮菜，它奠定了这座城市的味觉之本。在本帮菜的江湖里，83岁的李伯荣靠一生功夫赢得一世之名。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，功夫没有捷径。李威、李月都是从14岁开始跟随李伯荣学习厨艺。刀工，中式烹饪的核心技艺，代表一个厨师的功力。蓑衣刀法，依靠手腕控制，下刀的力度、位置、方向，全在方寸之间。整鱼脱骨，考验对食材结构的了解，精确割开骨肉相连的节点，完美分离。极致刀工如同高深武术，只有手上功夫练到纯熟无比，运刀才能随心所欲，游刃有余。本帮菜中的刀工菜扣三丝，李威的绝活。火腿、鸡脯、冬笋3种极鲜的食材，先劈薄片，再切成直径不到0.5毫米的细丝。食材事先煮熟，切丝为了扩大食材与汤汁的接触面。蒸制过程中，3种味型同时释放，融为一体。细致的刀工更能让食材呈现出独特的美感，美味与形色兼顾，正是中国人的饮食哲学。哥哥刀工精湛，弟弟专攻火候。
油爆河虾，烹饪过程不足10秒，油温达到200摄氏度，食材才能下锅。虾肉熟而不老，虾壳脆而不焦，时间上不能相差分毫。李玥甚至能根据虾壳的爆裂声判断出锅的时机。收汁时，再次入锅，同样干净利落。这道菜对火候的考教，有着教科书一般的严格。关于火候，广东菜中有更极致的例子。啫啫煲追求食物的新鲜生嫩，猛火急攻，尽可能缩短烹饪时间。不仅如此，厨师还要根据餐桌与炉灶的距离，调整火力和抄起沙包的时机。奔跑的过程，烹饪仍在继续。如果这是一出戏，只有大幕拉起，也就是享用的那一刻，食物才完美亮相。在中文里，火候一词的使用并不局限在厨房，更能用来评价处事的修养以及为人的境界。李伯荣最高兴的是回到自己工作过的厨房。1945年开始学艺，80岁告别后厨。时代变迁，命运沉浮，李伯荣从未放下手中的刀和勺。好学、用心、传道、授业，让他收获了今天的成就和尊敬。传承中国文化的，不仅仅是唐诗宋词、昆曲京剧，它包含着与我们生活相关的每一个细节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厨师是文化的传承者，也是文明的伟大书写者。徽州榨油留下的饼渣，是庄稼最好的肥料。陕北的窑洞前，张世新的儿孙们挂出了自己制作的面。莽山瑶族仍然感恩来自大山的馈赠。从手到口，从口到心，中国人延续着对世界和人生特有的感知方式。只要点燃炉火，端起碗筷，每个平凡的人都在某个瞬间参与创造了舌尖上的非凡史诗。遥远的山林、江河、草原、沙漠，这些难以到达的地方，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美味？人类如何与自然携手，让古老的食味延续至今？秘境带我们发现和寻找
与众不同的人和食物。